这只股票涨好多哦，我应该要把它卖掉获利了结吗？这只股票跌这么多，我应该要把它卖掉吗？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身为投资人的你，是不是还在烦恼什么时候该卖出股票呢？这支影片我会教你4个方法，教你判断卖出股票的时机。如果你也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把股票卖掉，什么时候应该要继续持有下去，那你一定要看完今天这支影片哦。我认为出现以下这4个状况就可以考虑把股票卖掉。第一个状况就是进场的理由消失。有的人会买一只股票呢，可能是因为他的亲戚朋友告诉他这只股票很好很赚钱，大家都在嘴，所以他就心动去买了。有一些人是去看线图，觉得依照这个线图的走势，这只股票之后应该会上涨，所以就买了。还有一些人则是自己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深入去了解公司的商业模式，分析公司的产业特性，然后也看了财报，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之后，确认公司的体质很好，才决定去买的。那我自己是会像这样子啦，在买之前呢，我通常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一家公司，我会去看它的财报，确认这一家公司的体质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有前景的，我才会买入。每个人买每一只股票的原因都不太一样，而这一些理由呢，就会左右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判断是不是该卖掉这一只股票的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呢，我认为买股票跟卖股票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在确定卖掉股票之前呢，一定要先去回想你当初为什么会来买这一只股票。如果你当初进场的理由已经消失了，那基本上你也没有理由再继续持有它了。比方说有一些人是看线图买股票的嘛，当初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线图会涨，所以才买进的。如果现在线图已经改变成是向下走的趋势，那现在你的进场理由就消失了，你就应该要把股票卖掉。又或者说有一些人是像我一样看准公司的财务体质，看准它的前景，认为它的获利很好，所以才买进的。如果几年之后你发现这家公司的获利能力下降了，它的财务体质变差了，那你当初进场的理由就消失啦。反过来说，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买这一只股票，那你一定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这只股票卖掉，因为你连自己为什么要买的原因都搞不清楚，那就表示你当初根本就没有做足功课，你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有逻辑的进场机制，那你自然就不会知道该怎么样出场，你的出场机制一定是一团糟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卖股票，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卖股票的时机，那很有可能是你在买股票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第二个状况是公司的品质下降，尤其是长期投资者，长期投资者更是要去注意公司的财务品质有没有下降这件事情，因为公司的财务品质下降，体质变差，很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股价长期呈现下滑的趋势。比如说，如果一家公司它过去10几年的获利能力一直都有在成长，但是最近你却发现这家公司它的获利能力有下滑的趋势，它的财务风险变得很高，然后它的产品竞争力又慢慢的被竞争对手取代，被竞争对手超越，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把它卖掉了。又比如说，原本前几年公司的资金都非常的充足，但是最近你发现在这一年公司的手边的现金出现短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这时候就要赶快卖掉股票，因为它还不出债务跟恶性倒闭的风险非常的高。所以说公司的品质下降就要考虑把股票卖掉。那这其实也跟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很类似啦。如果你当初是看准这个公司的财务体质，觉得它的体质很不错，所以你才买的，那现在这个财务体质变差了，你就应该要考虑把你的股票卖掉，因为你当初买入的理由不见了嘛。过去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以前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都是用股价来判断要不要把股票卖掉。每次涨很多的时候，我都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反弹跌下来，那我有赚就赶快跑了嘛。或者是跌很多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说我不想要再赔那么多钱了，所以也赶快把它卖掉。但往往卖出股票之后，我才发现看怎么涨上来了，早就不卖了，导致我常常非常的后悔，为什么我当初要冲动的把股票卖掉。现在我就不会这样子，我会去观察公司的体质有没有变差，它的财务风险有没有变高，它手边的资金有没有状况等等的，我会去观察这些事情，再去决定要不要把股票卖掉。不然如果公司的状况还是一样好，我真的没有理由把它卖掉啊。至于该如何去判断公司的品质有没有下降呢，这个部分就要花很多时间来讲了，我没有办法一次跟你讲完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又非常想帮助到你，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份41分钟的预录好的影片，让你可以更完整的学会如何判断公司的财务体
体质有没有下降。这个影片已经有超过400人领取了。如果你也想要进一步学习美股的买卖技巧跟选股方法，那就立即到下面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索取影片吧。第3个情况就是，当你发现有更好的标的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卖掉原本的持股，转而去投资更好的标的，因为获利能力更好、风险更低又更有前景的股票，绝对会为你带来更高的报酬。而且这个市场的环境是一直在变化的，有一些公司可能会因为某一些因素，慢慢的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所以保有弹性的淘汰掉我们原本的持股，去选择那一些更好、更有竞争力的公司，绝对是必要的策略。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永远在这个市场上保有竞争力，但是我们可以很有弹性的去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去选择那一些更好的标的。而且如果真的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更好的赚钱机会，那为什么不去调整我们的持股呢？其实我觉得投资就跟工作一样，当你发现别的公司能够给你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福利，甚至是更好的头衔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离开原本的工作，然后转而投入到你认为更好的公司。毕竟人都是往上走的嘛，你一定要去抓住更好的机会啊。那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当你发现有更好的标的、更有前景的股票，那你也可以把原本的持股卖掉，去转而投资这些更好的股票啊。比方说原本你持有的是 A 股票，但是现在你发现有另外一家获利能力更强、风险更低、更有竞争力的 B 公司，你觉得 B 公司比 A 公司更有潜力，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把 A 股票卖掉，转而投资 B 公司。不过前提是你要非常确定新的这个标的比你原本持有的这家公司还要更好、更有前景，这样子买入新股票才有意义嘛。第4个状况是，当你的人生规划改变，或者是发生重大事件，你需要去调整你的资金配置或资产配置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去把股票卖掉。比如说当你想要结婚的时候，或者是想要买房、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未来1-2年你可能会用到一大笔钱，那这时候呢，就可以依据你的资金配置去调整你的投资。不过我还是比较建议啦，不管你是要结婚、买房，还是有什么环游世界的计划，都拉长时间去做规划，或者是呢，你为自己准备一笔不小的紧急备用金，反正就是尽量不要动到你的持股啦。例如说3年后你打算要结婚，那你就好好利用这3年的时间去赚钱存钱，不要等到最后1年的时间再来规划，这样你就可以在不卖掉股票的前提之下去做调整。毕竟如果你当初进场的理由没有消失，然后公司的体质又非常非常的好，很有前景，那你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要把它卖掉，这样你只会失去一个很好的赚钱机会而已。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状况，我还是觉得尽量以不要动到你的股票为前提去做规划会比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给其他朋友。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